大家好，我是 York。这一次我们换个角度聊聊 AI， 不是技术教学，不是概念科普，而是从另一种视角切入。我们究竟是不是被它拖着跑？你收藏夹里是不是也还留着那些 AI 月入10万的课程截图？当 OpenAI 刚发布支持100万 token 上下文的 GPT 4.1时， Google 这边已经用 Gemini 2.5 Flash 实现了图文音视频的动态语义关联，而 Meta 也通过 Llama 4结合用户行为数据，优化了推荐算法，让个性化内容更精准地触达每一位用户。但那些曾经高喊 AI 能替你创作的博主，最近却集体沉默了。曾经满屏的 AI 帮你写稿子、做视频、做图，现在反而变成了一种焦虑。到底 AI 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它真的能帮我们变现甚至暴富吗？我想说，也许我们都被 AI 拖着跑太久了。最近几周，全球 AI 领域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前端爆发期。OpenAI 在4月推出了 GPT 4.1，支持100万 token 上下文，并同步上线轻量版模型 O34 和 O4 mini， 在推理和代码生成上表现突出。此外，他们还新增了 ChatGPT 购物功能，支持无广告搜索和商品直达，进一步拓展 AI 在消费领域的实用性。Google 也发布了 Gemini 2.5 Flash， 首次实现动态推理加多模态处理，并推出 Music AI Sandbox， 用 AI 即兴创作音乐内容，配套了防伪水印系统。Meta 更新了 Meta AI APP，Llama 4模型也已上线，结合用户滑动轨迹等行为数据，优化了个性化内容推荐的准确性，在社交场景中的算法推荐更具针对性。在视觉生成方面 ，Adobe、Runway、Midjourney 等模型纷纷更新版本，提升视频生成质量，进一步降低创作门槛。中国这边，阿里推出了通义昆3开源模型，百度也升级到了文心 Ernie 4.5， 还计划上线多模态能力更强的 Ernie 5.0。技术在飞速前进，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新闻你知道了，然后呢？国内各类 AI 工具，从设计神器、文案生成到数字人主播，一应俱全。博主内容更新频率越来越快，但真正留下记忆点的少之又少。我们是不是逐渐成了信息的搬运工，而不是思考的生产者？我自己曾尝试每天花1小时学一个 AI 工具，结果坚持了1个月，发现根本学不完。不是工具多，而是方向乱。这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时代本身太快了。所以我换了思路，我开始用 AI 去服务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追 AI 本身。你不需要追热点，不需要贩卖知识碎片，真正重要的是 AI 能不能帮你把一个脑子里的灵感变成一个可以发布的作品。你是创作者，不是推销员。这让我想起几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有人用 AI 生成内容加剪辑逻辑，组建了一个影视解说账号，半年内粉丝涨到40万，现在还成立了自己的 AI 短剧团队。我有个朋友做设计的，之前接了一个案子，对方一直说要未来感里有点东方的味道，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抽象？他试了很多稿都没通过，后来干脆让 AI 来帮他试图探索一些不一样的风格方向。AI 给了他几组视觉方案，有一组用了金属的冷调搭配中式构图，结果客户一下就说就是他。他跟我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 AI 不是来替他画图的，而是帮他把那些模糊的感觉变清楚，是从抽象到具象的第一步。我自己在创作短片时遇到了2个很典型的技术问题。风味谜语的突破在于，我用微度首尾帧功能将黑白办公室自然过渡到森林秘境。通过海螺 AI 解决了人物表情在跨场景衔接时的一致性问题，而情深深雨蒙蒙则尝试用可伶 AI 生成了水下的一些情绪镜头。我们设置帧差限制和动作定格，第一次就完成了舒缓抓住依萍手的慢镜头，整个过程精准而高效。我们不是技术专家，但我们可以用 AI 完成原本我们无法完成的作品。现在 AI 影视进入爆发期， AI 短剧上热搜， AI 电影进院线，但我想问一句，我们是不是太迷信越像就越好？从我自己在制作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拟真感确实帮助观众进入情绪。在《情深深雨蒙蒙》这部短片里，我尝试用 AI 去构建一种传统实拍难以实现的情绪场景，比如老年依萍回望战火中的上海。通过早期可伶和微度首尾帧组合，我将历史与记忆的2个时空拼接在一起，
而到了风味谜语 AI 平台陆续更新为可伶 2.0 与极梦 3.0， 我开始尝试更复杂的物理表现，用 AI 去生成液体萃取、咖啡粉层纹理、气味延展的镜头。这次我不只是在复现一个画面，而是在共创一种味觉在视觉中发生的表达路径。但这是不是 AI 影视的终极方向呢？我觉得未必。我们真正追求的不是模仿，而是表达。比如2024年的一部 AI 影片《The Forest》，整个作品用 Runway Gen 2生成末世冰原的画面和人物，没有任何实拍素材，但画面却有种绘画感，情绪饱满。它告诉我们 AI 影像不是复制现实，而是可以走出自己的美学路数。AI 可以拥有自己的视觉语言、自己的超现实风格，甚至创造新的时间线与情绪节奏。所以我在想，未来 AI 影视或许不该只是去接近真人电影，而是慢慢找到它自己的表达方式。我们不再是只看技术多强，而是看这个技术为谁所用，用来说什么故事。我是用 AI 完成创作的人。早上我起床边喝咖啡边打开 Grok， 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全球的 AI 动态，看看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值得我们创作者关注的点。刷完新闻，我会用沉浸式翻译模式浏览一些科技频道，把前沿趋势和全球案例快速吸收进来。有灵感了就用豆瓣耳机语音记下来，晚上整理进原子笔记。有空时我会用 Replica 聊点闲话，顺便练练口语。有时候也用讯飞星火纠正下发音节奏。如果哪天脑子转得非常快，我就直接开着 GPT-4 高级语音和它对话，一起碰创意、磨表达。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了我每天生活和工作的底层伴侣，真实但不发烧。这种状态我还挺享受的，虽然忙，但是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最后我想说，也许我们每个人在 AI 时代都像是一段自由漂浮的代码，不用焦虑，不用奔跑，你只需要找到你的位置，点亮你要表达的那束光，用 AI 照亮你自己的内容宇宙。我们下期见。